跟育儿无关，但是爸爸大便很黏，吃完东西就要大便，不能忍到明天一起大。不知道大家家里有没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每次爸爸要大便的时候，都需要看妈妈的脸色，不然就是妈妈会很受不了爸爸一直去大便。其实我们家一直都有这个状况，但是因为我们家的生活作息就很稳定嘛，所以之前我就没有太特别觉得怎么样。但是一直到我们去旅行的时候，我就清楚的感觉到，就是每次我去大便的时候，然后这位小姐她觉得不太开心，我就想说，那我要去寻找一下我的同温层，所以我就在 IG 上面 po 了一个问题。是问妈妈们为什么爸爸去大便是一个很恼人的一件事情。你就找到了我的同温层。对，我就收集了100个太太的抱怨，100个人回复我，然后我觉得整个过程我觉得还蛮爆笑的，所以就是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做的这个小小的家庭调查。我收集的这100个太太的回复呢，我觉得我大概可以分成2类的不满。第一个不满就是觉得这个时机总是不对。认同。有一个就是说，就是总在出门的前一刻突然想拉屎，就是在关键的时刻会想要大便。每次都是最忙的时候啊，小孩都没事的时候就没有感觉，2个人都在吵的时候就有感觉。然后就有个妈妈说，重点不是爸爸去大便，而是突然想大便的时机都非常不合时宜。这些都是不同妈妈留的哦。小孩出生后1天要大5、6、7、8、9次，然后有事做才大，然后去托婴或者是小孩睡着的时候就便意全失。认同。陪小孩时大便，临出门时大便，妈妈手忙脚乱时大便，上班和看球赛的时间就很难憋。其实很妙哎，就是其实虽然都是不同妈妈的想法，可是每个妈妈都觉得爸爸都会在不该大便的时候大便。认同。对不对？所以其实代表在爸爸这边，爸爸一定也有某一种触发的开关，是我们会觉得在那个时候就突然想大便了。就是它是可以被验证的。对，他应该是可以被验证，他应该跟某种心理状态有关系。它是跟某个因素有一些正相关。可能是因为当爸爸觉得有压力的时候，就会想要大便。那为什么妈妈不会呢？这我们就是构造的不一样啊。天啊，你也讲，大家不是都说，就是你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会 fight or flight 吗？这是不是你们的一个逃跑的机制啊？对，是哦，这可能是爸爸内建的逃跑机制。是。你看，就像我一直也觉得很奇怪的，就是我在此顺便寻找我的同温层，就是我也有一件事我很不能理解，就是爸爸都可以在带小孩的时候睡着。就是他们很累的时候，就是他很累的时候，他就可以说我好累哦，然后小孩都还在那边玩哦，然后他就可以直接睡着。我从来都没有办法这样子。请问，这是爸妈生理机制的不同吗？会不会其实妈妈的生理机制比较是战斗的，但是爸爸的生理机制是逃跑？有可能。好的，欢迎留言告诉我们。寻找同温层。OK。好，然后第2种不爽的点就是会觉得是在逃避育儿。对，就是逃跑了，对吧？对，所以就跟你刚刚说很像，就是因为是在逃避育儿，每次老公都趁洗澡前去大便，然后都在马桶上滑手机。对。然后说，因为通常爸爸一去大便都会很久，其实都是在厕所看手机，不然就是严重便秘。他说有一种就是同处一个空间育儿，但是却借机落跑的感觉。但是我不知道别的爸爸是这样，但我觉得我没有想要落跑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没有，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要落跑的感觉，但是可能我的本能有。你的身体很诚实。我身体很真实，我都相信我的身体。那可能是因为男生本身是比较放松的，因为我觉得人紧绷的时候本来就大不出便嘛，对不对？但是男生是比较本身是比较放松的，你的副交感神经启动的时候。对，所以其实我们带小孩的时候，我们副交感神经是不会启动的。我觉得就是因为带小孩对你们来说这件事的，就是压力的程度跟妈妈是有一个落差。对，妈妈是比较有压力的。对，OK，是反而也会造成妈妈会更不爽。妈妈就会更不爽，因为我就会觉得这件事情就是这个情况就已经是很有压力的情况，然后你竟然还这样子。OK， 那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落差，所以同时爸爸就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没有什么。但是妈妈就会放得很严重，因为这事情对我们来说，就是我们已经是在一个比较有张力的状态下。
OK， 那还有一些妈妈那个留言，那还蛮好笑的。有个就说很臭，下一位无法使用，要等3天3夜。我就要强力抽风机。对，还有一个秦始皇真的绷不住。重点是这个秦始皇不止一个妈妈讲，有2、3个妈妈讲秦始皇。我第一次听到这个字，秦是哪个秦啊？很勤劳的勤，很勤劳拉屎。我从来没有听过这个字。这还蛮幽默的说法。跟育儿无关，但是爸爸大便很黏。要用刷子刷，刷子上面又会有屎，然后又很容易冲不下去。怎么看起来怨念很深？这位先生要多吃菜哦。他就说健康检查，我这个一定要匿名，把你老那个全世界人都知道你的屎很黏。太有画面了。这位妈妈也太坏了吧，要出卖你先生。这妈辛苦了。然后就有一些妈妈就是，她有点把我当他们的老公在骂的感觉。你觉得投射啊？对。谁叫你故意挑起了这个？对，因为我那天是在那个睡前，我就突然发了这个，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，就收到了全世界妈妈的那个公审的感觉。然后那个妈妈说：“先看你大多久，括号想必不快。”我想说，为什么要骂我？有一个妈妈就说：“看也是秦始皇吗？如果一天大好几次又很久，应该可以想象成妈妈一直跑去洗澡的感觉。”我觉得这个妈妈真的是超级厉害的，超有智慧的。她这样一讲我就懂了。这个比喻我觉得还蛮好的。我觉得这比喻，因为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这样的感觉，就是你去，你不可能只去一下下。对，就是又不是说你去尿个尿这样，然后马上就回来，就不是你，就是所以也不是你洗个手，就是你是洗澡，然后并且就是为什么？就是你为什么不能一天洗1次？你为什么不能一天洗2次？2次我觉得可以接受，3次可以。而且为什么是随时都会想要去洗澡呢？为什么出门前要去洗澡呢？对，好吧，对啊，这样他那个讲得很好，对我理解，我同理。这个妈妈有智慧。对，好，有一个妈妈就问说，可是为什么每天都要大超过1次？而且为什么总是吃完东西就要大便，不能忍到明天一起大吗？这是有点强人所难。为什么说我这一餐我吃完我就要大便呢？就是你们的那个反射是比较，你们这个反射是比较。对，我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。那其实就是你这个部分没有长大，你就是跟婴儿一样，跟黄岩一样啊。哪有？你只是就是我很放松。你是不承认？没有，这放等一下没有哦，你这放松。你只是要憋哦。不是啊，就是你肠胃有问题啊。那我又不是我让他有问题的。他就是这样运作的啊。那你就是去。我确实觉得黄岩的屎比黄熙同年纪的时候多很多。而且黄岩也是每一餐吃完就要拉。然后他说怀疑爸爸们是不是把马桶当作座充，在上面充电。确实是啊。我觉得是，对，我觉得是。无法否认。对，然后所以呢，我就接着问爸爸们说，我们要如何维护我们大便的权益？请大家集思广益。想一个合理一点的做法，这样子。这个问题很明显就是在问爸爸们嘛。一堆妈妈跑来又在骂人呢。你就知道这个怒火很多啊。对，但我先讲一下，就是我们这些爸爸们的集思广益出来的那个，让我听听看。智慧能蹲多久就多久。什么东西啦？他说能蹲多久就多久。这在解决问题吗？超好笑的，完全讲出他的心声，好好笑。然后有个说有屎不拉，愧对国家，太押韵了。爸爸就是动脑在这些无聊的地方。对啊，马桶对于爸爸就像特斯拉的充电桩，请妈妈们自重。你要问一下这些留言有多少是在厕所里面回的？对。对耶，还是会滑手机。我也是在厕所里面读完这些留言，很好笑。他说：多喝水保持畅通，忍到粪口，脱裤冲出，大完收工，绝不久待，方能家庭和平。我就学到了，对，要先忍憋，第二个就是时间砰就出来。就妈妈给出一些比较具体的做法，
就是先忍住处理完宝宝再去大便，对不对？这样就没话说了嘛，对不对？你就先忍住啊，把你该做的事情做完再去，所以其实你们原本都没有在忍哦，没有在忍吗？你是有一点感觉的时候吗？例如说，假设100分是绝对忍不住的情况下，你都是几分的时候你会去厕所？我大概80、90分啊，没有。可是我觉得我是真的算是偏蛮爱大便的人。你说的爱是你的身体需要，还是你？对啊，我身体需要。你很喜欢做这件事？喜欢哦，我也没有不喜欢啊。没有人会不喜，就没有到不喜欢。但是我意思是，我蛮享受的。哦，对我大概80、90分。你说你都会到80、90分的时候你才去啊？对，有小孩以后大概80、90分。哦，哇，没有啊，比我想象这么高。OK， 他说大便之前交出手机，5分钟内出来。我觉得交出手机还蛮重要的。对，定时吃益生菌，定时吃益生菌，这可能就是刚刚那个说爸爸大便很黏的那个、哦。进厕所5分钟内出来，且不要带手机，而且要开门安抚小孩。我觉得开门可以不用。开门，请不要带手机，专心在合理的时间内大完便就给我快点出来顾小孩。对。带小孩一起大便，对，这些就是比较具体的做法，这样子。有几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，他说出门要包尿布，那有一个说采分段式，计时10分钟，时间到就夹断，每天可以上3次。我的阿兵哥一样，这下围棋哦，小孩一起按。对，有一个说固定时间、固定长度。但我们太不知道他说的长度是哪一种长度。以前超过15公分的，你要拿纸进去。有一些妈妈是比较理性讨论，他说要直接申请me time，不要假装在那边大便。我觉得很有道理，有道理，对不对？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妈妈。妈妈的不爽的点其实是在于你们说你们要大便，所以当然我们没话说。对，就是毕竟你就是有生理需求，所以那我有什么办法？对。可是你怎么进行这件事情是重点。对，所以应该是。就是你要休息什么，那可以啊，我们就讨论出一个时间，合理的时间你去休息，你就不要在那边说我需要去大便，在那边薪水小偷的感觉。对。这个问题就算是讨论完了嘛。但是我又感到很好奇了，就是会不会其实先生对于自己大便的时长，跟太太对于先生大便的时长的感受上是不一样的。每个妈妈都觉得就是自己先生大便大很久，会不会其实先生自己都觉得自己没有大了很久？我就做了一个调查，我就是让妈妈们去写他们主观上觉得先生都大多久，然后再让先生写他们觉得自己主观上都大多久。然后结果非常的意外，先生都觉得自己大得很快，然后太太会觉得比较久，太太觉得大得超久嘛，对不对？我调查的结果大概500多个人回复。结果是相反的。OK， 其实反而太太都觉得先生普遍都只有5到10分钟之间而已。Okay. 但是反而很多的先生，超过1/3的先生都觉得自己大超过20分钟。所以是你们的体感比较久。对，但是其实没有这么久。但是这件事情就足以说明一件事情，就是其实即使先生只有大5分钟或10分钟，但是那个时间对妈妈来说就已经很不舒服了。对，也可以有反过来看，就是其实对先生来说，我们虽然没有大这么久，但是却对我们来说竟然有20分钟以上的享受，就是做冲啊，你们这是去做冲。最后呢，就简单为大家做一个技术总结，听起来不是很重要的总结，很重要好不好？就是其实先生去大便，对妈妈来说最不爽的是感受的部分。对，所以我们要解决的是感受上面的问题，这样子。对，所以我觉得先生具体可以执行的做法就有3个部分，一个就是呢，你手机要先交出来，而且像我现在我就学会了，我进去厕所之前我就说我手机在这里哦，然后就放在他桌上这样，不会放很大力这样。对。但你有时候也会拿进去啊？很少的，如果是很忙的时候我就不会。如果是很忙的时候，我就不会。那这就是又回到就是什么叫很忙的时候，就是我们定义的很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。没有，我会拿进去的时候，就只有我2个小孩，我确定我2个小孩都弄好，然后他们都已经自己在地上玩的时候，我才会拿进去。
而且那时候我都允许他们进来，而且他们大概90%的时间他们都会进来，即使我关门了，黄希也都会开门进来。对，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 OK 吧 ，OK， 没毛病吧？行。对啊，而且有时候他进来，我还可以拿手机给他看他自己的照片或影片，这样我给他拍照。OK，就至少我可以就是打发他。所以第一个做法就是手机要交出来，第二个就是其实我这1个月执行下来，我发现其实大便的时候放空也很舒服，因为其实我们平常生活就是很满嘛，我们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可以放空，所以其实大便的时候是一个很好放空的机会。第3个就是比较进阶的，就是你要带着小孩一起大便。你觉得这是一个务实的建议吗？我觉得可以啊。没有，在看你小孩多大啊。哦，那是我们家小孩很小。你是说小孩高中生都会来跟爸爸去大便？我觉得可能那个4、5岁，我都觉得已经有点不太适合了吧。那4、5，但其实说实在，我觉得就只有小孩的年纪是很小的时候，其实这件事才是一个问题。代表我们观众真的很多，就是跟我们小孩年纪差不多。哦。对，所以如果你小孩年纪跟我们差不多，3岁以下吧，我觉得大概。那我觉得我觉得当然就是不一定要是你带着他们做这件事情，但我觉得比较是你可以安排好他们要做什么事情。OK， 但讲起来更客观一点。对，就是可能是你提供他们什么活动，或者是你先给他什么建议，或者是你可以跟他说，那我去上厕所了，那这段时间你做什么好不好？这样子，然后我等一下就出来了，帮他们先安排好这样子。最后的总结就是，其实对先生来说，就是真的是很放松身心的一个活动啦。所以希望可以给彼此一点空间，这样子。我觉得也再制作的一个问题。然后妈妈们的结论就是，关我屁事。